AI 已经不再是一问一答的聊天机器人了。OpenCloud 也就是俗称的小龙虾，不但可以聊天问答，还可以直接操作你的电脑。它是一个开源的 AI 代理人，也就是 Agent 的框架。过去我们使用 ChatGPT 或是 Gemini 这类的大语言模型，用网页聊天对话或使用 API 对接程式，它都是处理讯息。但是 OpenCloud 的突破点就在于，它把大语言模型处理完的文字语言对话讯息装上了手和脚，实际变成行动。它可以直接操作你的浏览器、存取档案、管理行事历，当你社群媒体的小编，帮你订机票、打电话给你等等。你还可以帮它装上各式各样的技能，让它用你的电脑做各种工作。不但可以自动排程，还可以自我进化修正。它让 AI 从出一张嘴进化到动手做事。龙虾最早是由开发者 Peter Sternberger 独立发起的开源专案。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说 ，OpenCloud 是代理式电脑的作业系统。它让原本网页里的 AI 真正走进了我们的作业系统，变成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数位员工。它可以使用 Windows、macOS 或是其他作业系统来部署，但是因为 macOS 上面的安装是最方便简单的，再加上24小时执行的特性，省电高效能的 Mac Mini 就成了大家养龙虾的首选。当然，它也可以安装在云端伺服器上执行。除了安装的环境之外，龙虾要能运作的核心是要对接大语言模型。透过 AI 处理所有的讯息，它才可以判断要处理的工作是什么，该怎么执行。你可以使用大厂的 API， 像是 ChatGPT、Gemini 或是 Cloud， 甚至你用本地环境执行的模型去对接也是可以的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每当执行任何的工作的时候，它都需要消耗 token 兑换，因此这是需要额外的模型订阅费用的。最新的版本带来了3个杀手级的功能。首先Cloud Hub 插件市场，它就像手机的 App Store。AI 如果发现它不会某项工作，譬如打开你的 Excel 等等，它会去 Cloud Hub 自动下载，并且自己安装新的技能包。第二是主动心跳的机制，也就是 Heartbeat。传统的 AI 是你问它才回答，但是小龙虾它有主动性。所谓的心跳机制，就是只要在它排程记忆之内的内容，它就会在心跳的时候自动执行。例如主动收集资料整理，在背景监控你的邮件或者是骨架，一旦发生状况，它就会主动传讯息通知你。第三，多代理协作，也就是你可以同时启动多只龙虾，建构你的龙虾军团，一个负责收集资料，一个负责撰写报告，他们会自己沟通完成任务。所以对个人来说，他是你的超级秘书，你可以叫他帮我把上个月所有机票发票找出来，做成报表发给会计。对企业来说，它是效率怪兽，它可以串接公司内部 ERP 系统或是程式码库。当系统出错时， OpenCloud 会自动读取错误报告，写好修补程式，并且直接发送给工程师审核，将原本从数小时的工作缩短到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处理完。你可能在新闻上看到令人害怕的讯息，把信用卡给刷爆了，把邮件删光了之类的等等意外。原因是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所能存取的权限太大了，也忽略了它心跳机制的主动性，而在疏忽之下导致了悲剧。但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它立刻补上了针对安全性问题的解决方案，也就是引入了 SSH 沙箱的技术。它让 AI 在一个完全隔离又轻量化的环境当中执行指令，即使行为异常，它也无法跳出沙箱去动你的核心系统档案。加上权限白名单的机制，每一项敏感操作，例如付款或者是删除档案，都必须经过你的确认，确保它在受控的范围当中执行。所以养龙虾已经是一个安全又便利的选择了。接下来你也想要有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数位员工吗？到 opencloud.ai 官网复制指令，打开你电脑终端机执行一键安装，你也可以成为酷酷的养虾人。